还记得 GTA 系列里最著名的彩蛋吗？那一定是 UFO 彩蛋了。无论在 GTA 的哪一部中，你几乎都可以看到 UFO 的痕迹。罪恶都市是首次出现 UFO 的第一代作品。在下岛电影厂里，你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 UFO 模型。不过这只是个电影厂的道具。罪恶都市里并没有关于 UFO 是否存在的相关信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 UFO 的模型旁边搭建了一个摄影棚，里面塑造出了一个登月的场景。而这是二星对于当年阿波罗登月骗局的一个嘲讽。而在圣安德烈斯中，二星则是塑造出了一个 UFO 的主题小酒馆，位置坐落于拉斯维加斯的沙漠地带。在酒馆外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飞碟，在老版本中，该飞碟是属于旋转的状态。而在酒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墙壁上有很多关于 UFO 的照片。通过仔细观察后，这些照片仿佛不是游戏中的画面，很有可能是现实拍摄出来的。而在酒馆后面的墙上，则是挂有一张圣安德烈斯的地图。仔细观察会发现，地图上有多处位置被着重标记了出来，而这些被标记出来的位置，我们在晚上凌晨12点到早上4点之间，在天空可以看到一闪而过的不明飞行物。触发该彩蛋，我们需要下载一个2004年版本的圣安德烈斯，才可以触发该彩蛋。而在酒馆附近有一个69区，该区域是以美国51军事基地为原型塑造出的军区名字。而在游戏主线黑色计划任务中，有一段需要我们偷取绿色液体，这个绿色液体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它是外星人的新型能源，也有说它是生化兵器，还有说它是外星人的血液。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说这只是一个谣传。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在 GTA 4中有关 UFO 的彩蛋几乎没有，因为游戏体积较小，所以不可能出现 UFO 实体。但是有时候会在自由城的上空发现一闪而过的亮点，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或许是不明飞行物吧。在本作中关于 UFO 的彩蛋比较少，但是外星人的彩蛋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大家可以看看地图中的这里，是不是很像一个外星人呢？还有我们在安全屋中可以找到一份有关外星人的报纸，上面的英文翻译过来是外星人吃掉了我的奖品棒肉，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二星的这波操作实在是让我有些懵逼。而当我们去网吧上网时，也可以在这里了解到有关外星人的资料。我们在网站上输入这串网址，人聲這聲開始笑和逝，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那麼彈出來的就是外星人和 UFO 的相關論壇了，裡面有許多外星人與 UFO 的畫像或者是圖騰，都表達出了對外星人的質疑和探討。不過總體來說 ，GTA 4對 UFO 和外星人的表達多少是有些模糊。而在洛聖都，而星可謂是把 UFO 元素與外星人應用到了極致。我們在遊戲中一共可以發現7架 UFO， 最為出名的則是 C 山山頂這架 UFO。觸發這個彩蛋需要4個條件，當你完成以後，你就可以看到這架在空中旋轉的 UFO 了。觸發條件也是非常的簡單。首先第一，我們看這裡，這幅壁畫暗示了其中2個觸發彩蛋的條件。這3個圖標代表3個主角，分別是麥克·富蘭克林和崔佛。首先我們來說第一個，坐在 UFO 裡的人，這個圖標代表的就是麥克被兒子下養，然後被帶到外星飛船裡面。因為在3位主角裡，只有麥克被外星人帶走過，然後就是穿着噴氣背包的人。在遊戲中的這段，崔佛講述了他飛行員的過往。Hey, how about this? I'll tell you a story if you promise never to speak again. I like stories. Of course you do. This story's about a boy called Trisha. Right. But he could fly planes, this kid. So he signed up to the Air Force to fly all day long and bomb villages and maybe, just maybe, drop the nuke. And it was all going well until one day, just before he got his wings, an evil witch in charge of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told him he was unstable. Grounded him for life. That's terrible. 所以喷气背包就代表崔佛，这2个图標相互連接，則代表的是崔佛和麥克先相識的，也就是我們的主線開始前在北洋克頓銀行結案那裡。而即將破殼的蛋代表富蘭克林，象徵着富蘭克林的成功之路以及人生新篇章的開始。主線剛開始時，富蘭克林是一個被人瞧不起的幫派小混混，隨着我們不斷的進行遊戲，富蘭克林也慢慢的成為了別人口中的人，再也不是那個被嫌棄被瞧不起的小混混了。而這2條線則是他們先後認識的順序，先是富蘭克林在主線任務中去麥克家偷車結識的麥克，而後通過襲擊 IAA 任務認識了崔佛。這些長短不一的線都被剪掉了一部分，是因為崔佛和麥克都有可能在終章中死掉。人生這份愛似生和死，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而富蘭克林的這條線是唯一一個抵達山頂的，也是唯一一個在 C 山能看到 UFO 的人，因為在劇情中富蘭克林不會死掉。而這些線則代表了完整的遊戲故事。至於這5個插號標記，則代表了我們設置中達成100%完成度的5個要求。我們總體來看，
这些叉号以及线数则代表了我们完成100%任务进度触发 UFO 条件之一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暗指了触发彩蛋的第2条件。首先壁画中看到了闪电，随后看到了 C 山，暗指了我们在闪电天气可以在山顶触发 UFO 彩蛋，这是条件之一。而第3个触发彩蛋的条件 ，C 山上分布着5处图画，这5幅图画只有3处是对我们有用的。第一个，我们在地图中的这里可以看到上面画的一个山和一个 UFO， 这暗指了在 C 山山顶可以看到 UFO。然后我们看第2处，山体上画了一个 UFO 和一个云朵下雨的图样。我们把 UFO 云朵下雨和之前在壁画中看到的闪电连接到一块，就可以得出该天气是雷雨天气，并非是闪电天气。最后一处，这次山体上画着 UFO 和3条杠以及月亮。同样，第一个代表的是 UFO， 而3条杠代表的是凌晨3点，月亮则代表的是夜晚。第4个触发彩蛋的条件，我们在 C 山山顶瞭望台后面可以看到这样一行字样：完成所有任务再回到这里。而在瞭望台的底部出现了一个红色 UFO 的标志，这个符号暗指了彩蛋精确的地点。而通过壁画和这几处图画以及瞭望台的外星人图标，我们得知触发 UFO 彩蛋的全部4个条件。在100%完成主线任务之后，晚上3点雷雨天气来到瞭望台指定地点，就可以看到闪着光的 UFO 了，上面还写着 FIB。然而我们 UFO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兄弟们，这里插播一条紧急信息，在短片的右下方有一个转发按钮，转发按钮里面有一个赞赏短片，你们可以在这里把你们的免费小红花给我送上一送，感谢你们了。支持你们喜欢的作者，这样会让你们喜欢的作者持续更新。如果说有一天不更新了，那只能说是作者饿死了。在布莱恩群有一处外星人爱好者聚集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架小型的 UFO 模型，以及关于外星人的诸多壁画。而像这种类似的壁画，在地图中的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在外星人爱好者聚集地，有诸多涂鸦以及数字串联起的乱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6EQUJ5， 这类似乱码的字符是，在现实中杰里埃曼在俄亥俄州利用大学里的射电望远镜，从太空中查询到的信号强度数据。这串字符代表了信号异常强烈，依据专业判断，该信号是由地球之外传来的。然后我们看这里 Beam Me UP， 这句话出自于电影《星际迷航》里的台词，传送我上去斯科蒂。在这些地方，我们还发现了类似于 C 山附近的壁画。我们套用上面解读 C 山的办法来套用这个案例。首先第一个是 UFO， 其次3条杠是代表凌晨3点，月亮代表晚上，然后一个云朵下方几条杠代表下雨天。而该彩蛋触发条件需要玩家依然达成100%游戏进度。然后我们开一架直升机，在爱好者聚集地晚上3点下雨天飞到最高处，就可以看到一架闪着光的 UFO， 上面还写着 FIB 标志。似乎这架跟 C 山山顶的是一架。我们驾驶载具靠近 UFO， 载具会瞬间失去动力，离开 UFO 附近将恢复动力。第3个 UFO 彩蛋，彩蛋位置位于佩里多湾东部，海底有一架 FIB 的 UFO 残骸，我们需要驾驶能潜水的载具才能抵达。在这里不要挑战小哑巴的肺活量，你把它拉满它也下不去，但是可以装备潜水器材。这个 UFO 相比天上的就差点意思了，完全就是一坨废铁，不过不需要打满进度，而且在线上也能找得到。第4个 UFO 彩蛋，我们需要在游戏时间晚上3点来到桑库多军事基地地堡的上方，这里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光芒，这就是军事基地上方 UFO 发出的光束。该彩蛋3个主角都可以看到，但是麦克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第5个 UFO 彩蛋，在我们达成100%游戏进度后，在桑库多军事基地上空会出现一架 UFO。这架 UFO 疑似是军事基地研发的，造型外观与 FIB 的 UFO 不同。我们同样驾驶直升机飞到最高，靠近后会听到巨大的噪音声响。UFO 附近也有强大的磁场，靠近以后会释放大量的磁场干扰你的载具，导致载具失去动力。而 UFO 里面还有驾驶者黑黑，我们不曾得知它是否是地球上的产物。第6个 UFO 彩蛋，我们来到拉斯拉古纳斯大岛地图中的这个位置。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一架镶在墙里的 UFO， 靠近以后还会有诡异的声音。这架 UFO 在线上也是有的，而到晚上还有绚丽的霓虹灯，我们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打卡还是挺不错的。第7个 UFO 彩蛋，这个 UFO 是线上特供的一个彩蛋，该彩蛋的触发条件比较苛刻，我们需要在地堡补给任务中送货600次才可以遇到，记住需要保底600次才可以。我是在606次干出来的。游戏触发时间晚上21点到23点开启偷货任务，触发彩蛋后会强制变成雷雨天气，下方的原材料3个字会变成绿色，这里不推荐大家拆着传送过来。我们的载具靠近后会自动熄火，千万别开飞机过来会坠机。到达现场后可以看到一架巨大的 UFO 以及几辆坦克和死去的士兵，可以说是一片狼藉。我们只负责把外星人的蛋捡走就可以了。捡到蛋会出现5个外星人，我们不用怕，这5个外星人是不会主动攻击你的，他们顶多也就是出来吓唬吓唬你。这时候我们将刚刚捡到的蛋送回地堡，将蛋送回地堡以后，我们还会解锁一个纹身，全能之眼。获取这个纹身也非常简单，在送完蛋后我们去夜店喝酒，需要卡个时间，凌晨2点到4点，开天气为雷雨天，这里建议大家喝麦克白一杯就倒。
醉倒以后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只有传送到 C 山，见到了 UFO 才能获取全能之眼。如果说醉倒后传送到了其他地方，需要回到夜店再次喝酒，直到传送到 C 山。喝出纹身后，我们需要去纹身店手动切换一下。这里推荐按 Alt 加 F4 保存一下。这个过程不能拆式传送，也不能进任务。要是纹身消失了，就需要重新喝酒了。Z 山下面佩里多湾就有纹身店，这里我们多切换几次，以免丢失。其次，我们在北洋克顿还可以发现被冰冻的外星人。可以看到这个外星老表被冻在水里，想必应该有些年头了。而洛圣都中 UFO 以及外星人的彩蛋，我想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只是我还没有发现而已。如果知道的兄弟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出来。最后我想说，这个短片我爆肝了76个小时才做出来，制作挺不易的，希望你们来播3连支持一下，谢谢。